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 i5-13500T 移动 CPU 以及 RTX 4060 8G 独显的 F1VM FN60G V2。FN60G V1 是这样子的，典型的三明治结构小主机。而换新升级的 V2 升级了铝合金一体机身，使用 CNC 阳极氧化细砂工艺打造，还拥有4个独显直连的显示接口。大家是否觉得这外观更好看了呢？ F1VM FN60G V2 装置英特尔 i5-13500T 移动 CPU， 14核20线程，装置 NVIDIA RTX 4060独立显卡， 8G GDDR6 显存，双通道 DDR5 内存4800兆赫兹，双 M.2 PCIe 4.0 NVMe 接口，视频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7。我拿到的是工程样机，配件就一个电源，这电源是非常小的大功率氮化镓电源，不是大板砖，20伏 16.5 安，一共330瓦功率。小主机的顶部有厂商的 logo， 入手挺沉的。前面板 USB 3.2 进1 A 口 5G BPS， USB 2.0 接口， SD 卡插槽， USB 3.2 进2 C 口 10G BPS， 耳麦口，电源开关键。后面板 USB-C 独显接口输出 DP 信号， HDMI 2.1 接口，双 DP 1.4 接口，双 WiFi 外置短天线，核显的 HDMI 接口，没安装独显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点亮显示器，双 2.5G 网口， USB 3.2 进2 A 口 10G BPS， 双 USB 2.0 接口，20伏电源接口，两侧后部底部都有通风口，底部适应有产品型号。卸下底盖4颗螺丝，轻轻揭开底盖，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底盖背后有系统风扇，双 DDR5 内存插槽，这是单根16G 的 DDR5 5600兆赫兹的内存，一组 PCIe 4.0 x4 的 NVMe SSD， 空置另一组 PCIe 4.0 x4 的插槽。旁边是英特尔 B1200 的 WiFi 7无线网卡，没有堆叠，一定要给个好评。目前我们测试的 F1VM 2台小主机 WiFi 无线网卡都没有堆叠。进入 BIOS， 内存显示4800兆赫兹， PLE 设置的是90瓦，看来 13500T 的性能释放不错啊。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考的压力测试，CPU 功耗2分钟后稳定在90瓦，并保持一条直线，整机功耗144瓦左右， CPU 频率运行在 3.5 赫兹，随后一直保持。在单考的1小时05分钟内， FN60G V2 的 13500T CPU 功耗一直保持在90瓦，室温29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86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6度，温度很低，散热效果惊人。我们首先使用 FN60G V2 小主机的 i5-13500T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0分25秒，共计625秒。我们拉了一张几乎全是英特尔 CPU 的表，625秒的成绩竟然超过了 1370H 和 1390H， 仅仅高于3台 185H， 当然也比自家的 8845HS 高一点点。CPU-Z 多线程 7301.6， 单线程 605.9， 多线程性能和 8845HS 几乎一样啊。Geekbench 5多核 12822， 单核 1571， 多核成绩比 8845HS 高了一点。Geekbench 6多核 12533， 单核2067， 多核成绩稍微落后了。Cinebench 223多核 17072， 单核1481，
多核成绩和 13900H 以及 8845HS 差不多。Cinebench 2024多核972，单核88，多核成绩和 8845HS 很接近。Passmark 多线程32522，单线程3335，多线程成绩稍微落后了。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FN60G V2 13500T 的90瓦性能发挥，多核性能等同于 8845HS 以及 13900H。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1498673， CPU 得分5966301。我们还给这台 FN60G V2 运行了 OpenWR 测试， AES 801879， X220 42327， CoreMark 4799227，在英特尔大小核 CPU 里还能排在前列，出乎我的意料，只在 185H 之后，还在 13900H、13700H 之前。FEVM FN60G V2 它装置了 RTX 4060 独显。我们先跑 3D Mark 的测试， TimeSpy 10379， Firestreak 28292， Steel Roman Light 77.97 FPS， 以上几乎是 780M 核显的3倍多。压力测试稳定度 97.6% 通过。把 3D Mark 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我们来看一下。 Firestreak 28292和 ROG NUC 4070M 差不多， TimeSpy 10379接近 7600M XT， Steel Roman Light 77.97 FPS， 分数真的还不错，仅仅次于 3080M， 超过了 7600M XT。 接着来看 RTX 4060的功耗表现，我们先单考 RTX 4060，看到它平均跑在116瓦，这就是它的最大能力了吗？接着加入 CPU-Z 压力测试来双考， RTX 4060峰值最高上了130瓦， i5 13500T 保持在90瓦稳定输出。接着来玩游戏，地平线5 2K 极端画质，打开2倍抗锯齿，不开 DLSS， 普通场景80多帧，复杂场景70多帧。挑战一下地平线5 4K 超高画质，打开2倍抗锯齿，不开 DLSS， 普通场景70多帧，复杂场景60帧左右。我们接着又继续跑了40多分钟的 4K 超高画质测试，游戏加显示平均帧是62帧。荒野大镖客2 1080P 超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83帧。荒野大镖客2 2K 超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64帧。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最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129帧。2K 最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96帧。我们来对比一下几台小主机的 3A 游戏表现。地平线5 4K 较高画质 RTX 4060平均只能跑到62帧，不如 RTX 4070M 和 RTX 3080M 的72帧，但比 RX 7600M XT 的54帧要好。而荒野大镖客2不论是 1080P 还是 2K， RX 7600M XT 相对 RTX 4060都能稍稍领先。古墓丽影暗影 2K 画质 RTX 4060唯一好过 RX 7600M XT， 1080P 画质其实两家都差不多。英雄联盟 4K 最高画质全程200帧以上。最后我们测试黑神话悟空 1080P 超采55均衡模式，使用 DLSS 开启真生成，画质自定义，视野距离高，抗锯齿高，后期处理高，阴影质量高，贴图质量超高，特效质量中，毛发质量高，植被质量高，全局光照高，反射质量超高。测试结果是平均帧117帧。同样这个配置如果不愿意开启真生成，测试结果平均帧78帧，
其实也能畅玩 1080p 60帧啊。实战一下。这就是 RTX 4060独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这块显卡的性能算是迷你主机中非常强大的了，但比 4070M 和 3080M 稍差一些。既然有了 8G 的 RTX 4060独显，我们必定会让它跑大语言模型测试，还是贪吃蛇编程问题，最后结果是 41.43 token 每秒，还不错。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8位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满足 HDMI 2.1 标准。DP 和 Type-C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8比特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160赫兹，超频后 DP 和 Type-C 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赫兹的8位 RGB 非压缩信号输出。RTX 4060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原厂 PCIe 4.0 NVMe 硬盘测试4900兆 B， 达到了 PCIe 4.0 X4 的普通入门水平。WiFi 测试英特尔 B1200 WiFi 7无线网卡，跑上了740兆 bps， 算是我的 WiFi 6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水平。使用中兴通讯 B17200 加 WiFi 7 AP 贴脸测试，跑到了接近1800兆 bps。Realtek 庞协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7G， 跑满了带宽。这些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F1VM FN60G V2 装置了 i5-13500T CPU 和 RTX 4060独显， CPU 90瓦的性能释放， GPU 满血115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双烤时整机功耗才233瓦，待机最高功耗 43.5瓦。按上面的这些结果，咱们330瓦的氮化镓电源能够搞定。室温29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46度， GPU 待机温度39度， SSD 待机温度45度。这台小主机双烤 CPU 和 GPU 90瓦加115瓦，压力满载测试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0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接近44分贝。F1VM FN60G V2 装置 i5-13500T CPU 和 RTX 4060独显， CPU 90瓦的性能释放， GPU 满血115瓦的性能释放，接口配置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双 PCIe 4.0， 双 2.5G 网口，还有 WiFi 7， 4个显示输出接口全部都是独显直连，连 Type-C 也是独显直连， HDMI 是满血的 2.1 的。说到缺点，内存只支持4800兆赫兹，应该是和 13500T 英特尔 CPU 相关。如果你安装的 CPU 是 14900T， 应该就能支持5600兆赫兹了。如果有雷电式或者 USB-4 接口就更好了。总结一下， CPU 90瓦的性能释放，多线程性能和 13900H 以及 8845HS 差不多。8G 显存 RTX 4060不错，基本能高画质畅玩 1080p 3A 游戏，包括黑神话悟空。散热优秀，静音稳定，这种铝合金一体成型的做工非常强，和 Mac Studio 也差不了多少。各种接口齐全，接口兼容性完美， CPU 性能、图形性能、接口、散热、静音、设计、做工，它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对了，如果更换一个 RX 660M 显卡和合适的网卡，它还能完美黑苹果，这可玩性就非常高了。它是本年度非常优秀的独显迷你电脑，因为独显迷你电脑一般不便宜，所以我们把它
推荐给需要使用迷你电脑玩 3A 游戏大作的朋友们，也推荐给要用独立显卡来搞 AI 创作的朋友们。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